7到9，好，就是其实每年这个时候最忙，真的。到了年底的时候，很多年底任务，最忙，年底最忙。像对，慈济的志愿者，年底是最忙的。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活动叫岁末祝福，所以OK，我们这些志愿者都要去做很多影音啦，还有一些手语啦那些东西的活动要准备，明白了，所以非常辛苦。对啊，好，各位同学大家好，婷大老师来家好，了。好久不见，哎呀，好久没看到婷老师了。婷老师，我觉得现在啊，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是一下的，子1个星期就过了耶。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超快，我觉得真的超快，真的，你看那个时候感觉好像才在过那个中国新年，对，哇，一下子现在12月已经快要过去了耶。对，我觉得是的，是的，我觉得真的是的，时间过得很快，哎呀，感觉好像很快就老了那个感觉。好，然后我上个那星期，跟大家上课的那个情形还历历在目，我就觉得对，啊，又一次新的课又要来了。哎呀，我真的觉得好快哦。我觉得各位同学，你们真的要把握时间，因为啊，时间过得很快，然后对时间一过了就不会回头了哦。所对，以是的，各位同学一定要把握时间，不要浪费时间哦。一定要对，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然后呢，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时间很有限哦。哦，好。是的，啊，米磊也说，老师，哎呀，时间过得，你看米磊已经会用哎呀了，哎呀，哎呀，那个感觉，啊，米磊你 drama 看太多了，哎呀，时间过得很快呀、真的，米磊，哎，时我间过，看到很多同学的这个语气词啊，用的很好，呀，嗯，然后啊，用的很好。对，然后还有这个 hello 啊，这个 Norbert hello 啊，唐龙来了，嗨，唐龙，唐龙好久不见。哎呀，好久没看到唐龙了，唐龙最近是不是很忙啊？哦，好像你很忙的感觉啊。嗯，好，那我们今天就不跟你们打招呼喽。哦，我们要直接来上课哦。对，这个春娇帮我分享了我的 YouTube，谢谢。嗯那对 C 控说要把握时间，各位同学 cherish the time，时间嗯，很重要哦，你们一定要是的，把握时间，认真学习哦。是的，那今天田老师来，我们要好好的跟田老师学习啊。没有，我们一起学习。好，静慧问田老师问题。OK，静慧说：“田老师好久不见，最近怎么样？您那边冷吗？”OK，是这样，呃，我上个星期比较忙，然后很多的工作落下了。这个星期我视频跟的没有那么多啊，但是我这个星期准备了2支视频今天有一支，然后星期五会有一支，所以大家可以来看。然好，后我们这边的天气呢是非常冷，下雪了。哎，田老师，你没有穿的很厚啊，你没有穿，你感觉可能家里有开那个暖气是不是对对啊？对，对，所以我说没有暖气，田老师太火了。没有穿的很厚啊，没有。好，刚讲完，田老师就咳。好，那这对，个各位同学，这个 Dom 说要活在当下，Yeah，live the 嗯 moment 哦，真的，我们要活在当下，要珍惜现在哦，你现在要努力做该做的事情啊。哦，凉爽了哦。初次见面哦，Sylvia 跟田老师是初次见面嗨，哦你好，你好。，Sylvia 来了几次哦，非常的认真哦。好，那欢迎各位同学来上老师的课，来上理查老师的课，千万不要忘记帮理查老师点赞，帮老师点赞，订阅，还要帮老师 comment。那当然，田老师也在，所以各位同学你们也要记得去田老师的 YouTube channel。那今天呢，田老师上传了一个新的视频，叫做 How to say come on，是这样吗？How 对 to 对 say 对 come on，叫人家一起来的意思吗？对对对对好，in 对，Chinese。好，那田老师教了各位8种用中文说哦，come on，各位同学你们会说吗？这个很重要哦。好，林老师你介绍一下你这个视频说什么好了。好的好的。有很多英语的句子或者 phrase，它在中文里它是 more than one expression。比如说这个 come on。
就是有太多太多 come 太 on，比多了如说 come 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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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come on，或者说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就是有太多的太多复表数。达，还有情对绪 emotions， 对不对？是的，是的。好，所以那在这支视频里面呢，我介绍了八种，种不同的 come on 音质，嗯，就是中文怎么说，所以对。大家可以去学习。好，那各位同学记得等一下上完直播课之后，直接去婷老师的频道看这个 How to say come on in Chinese 8 ways to say come on 很重要哦。有时候你叫你朋友过来，你要怎么说呢？中文怎么说啊？好，好的。哎呀 ，Norbert 在关心婷老师了，咳嗽。哎，婷老师，我们好像不会说咳嗽了很多哦。对，这个是非常这个是那个拼英文吧？拉丁语系的学生会犯的毛病啊，就是那我们要怎么咳说来？A 嗽很多，lot of 学习 cough。很多。嗯，对，我们不会这么说。咳嗽的厉害，或者咳嗽的厉害。经常咳嗽，或者说对学习经常学习努力。对，好，所以 Norbert 你可以说婷老师咳得厉害，对不对？咳得对厉害，或经常咳嗽，比较感觉好像是喉咙不舒服，你就常常对，其实我也是蛮常常的。叫like very often 那个感觉。是的，那所以像刚刚婷老师这样咳嗽，你可以说婷老师你咳得厉害，咳得厉害对，好，这个 John Thomas 欢迎你这是我初次给大家见面了。感觉好像是那个一个花轿这样，初次给大家见面了。John Thomas， 我们理解，但是我们不这样说耶。这个我觉得这个 John Thomas 的意思是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meet everyone。那田老师，我们要怎么说呢？很简单，可以说这是我初次跟大家见面。对，跟大家见面。OK，John Thomas， 这是我初次跟大家见面。那或者说初次见面就好了初次见面就可以了好，初次给大家见面，好像那个花就是对，然后一个亮相，然后什么的，很有意思的一个用法好，那么婷老师，我们就来上课吧。好。今天呢，婷老师跟我要给大家上新 HSK 7到9级，那是高级词汇，所以今天我们都要用中文给各位介绍今天的课程。好，那请婷老师帮我们念一下词汇，每个词汇帮我念2次。好，第一个半真半假，半真半假。好，第二个半，半。好，那我们先来介绍第一个词汇半真半假。好，林老师，你觉得半真半假这个成语常不？各位同学，这是成语半真半假是一个成语。林老师，你觉得半真半假这个成语我们常不常用？还好，有时候会说。对，有时候会说。而且呢，所有的 native 都知道半真半假的意思。林老师，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半真半假 ？OK， 很简单，半就是一半。half。对，我有一半，不是全部，只有一半。真就是对的，真的是真的。对 ，like true 好。对，然后第二个假呢，就是不对，不是假的。对，假的不是真的，是 fake，它是假的。所以简单说就是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这个田老师，我觉得我听到半真半假，我觉得假的感觉比较多我觉得比较假。对。好，那各位同学，当我们说到半真半假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 ，like half true, half false, partly true, partly false。那我们第一个例句用到半真半假是谈到 love or feelings。你的 love 可以是 not sincere, a little bit fake 那个感觉，半真半假可以用在爱情或感觉上。那请婷老师帮我们念一下句子。好，李丽对约翰的爱半真半假。好，哎呀，这个太有意思了。李丽这个女生对 like to or for 约翰 John 的爱。
约翰对莉莉的爱，李丽对约翰的爱，李丽对约翰的爱，爱就是 love， 半真半假。田老师，李丽对约翰的爱半真半假，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我的理解啊，就是李丽不是非常非常，或者真的真的很爱约翰。对，李丽爱约翰，但是感觉没那么爱。对，好像爱，但是其实他也没那么爱，半真半假，而且是假，所以我觉得李丽没有非常爱 John， 而且呢，对，所以呢，他可能对 John 表面说啊 John 我爱你，但是他的心里可能其实不是那么爱 John， 半真半假，半真半假。好，然后 Norbert 就说了，老师你可以帮我念一下。Norbert 说：“可以说李丽超级花心吗？现在还不可以 ，Norbert 还不行。对，因为田老师花心表示你爱其他的很多人，你爱很多异性，对不对？你爱像男生去爱很多女生，女生去爱很多男生，这个叫花心。那李丽只是对 John 没有那么爱，可能半爱半不爱，不代表他有别的男人哦。”对，不代表她有别的男朋友，所以她还没有到花心，还没有花心哦。是的。好 ，OK， 好，你很帅，老师，谢谢。这样的评论，这个评论要常常要赞美但是我知道这位朋友说的赞美是半真半假，不是。这位朋友，你说理查老师很帅啊，理查老师觉得你的赞美，你的 praise 半真半假。林老师，我们会不会说咳嗽的很有力？很用力，很用力，对，对，静慧很用力，很用力那种感觉，不会说有力经常咳嗽 ，OK， 没问题好 ，OK， 半真半假，好。那这个，我觉得有些同学已经知道怎么用半真半假了是的，我也看到很多例子，好多句子很棒。我觉得这个 I was lost 这个新闻用半真半假，田老师觉得 O 不 OK？ 我觉得非常好，很好。这个新闻是半真半假的，我会加个的。这个新闻是半真半假的，或者说这个新闻半真半假，对。特别是娱乐新闻有没有？对，尤其是那个娱乐的，哪个明星又爱上哪个明星，什么的，这种都是不要相信，半真半假不要相信。好，是的。静慧这个句子，我觉得我们要帮他改一下。田老师帮我念一下。静慧说：“我对理查老师的童年故事半真半假。” OK，静慧是不是想说，你对理查老师所说的，理查老师的童年故事是半真半假的？对，理查老师的童年故事，我觉得用我觉得吧。我觉得。静慧你就说 In my opinion or I feel I think， 我觉得理查老师的童年故事半真半假。对，理查老师童年故事你们知道啊？我有讲过吗？好。所以静慧你就说我觉得就好了，我觉得后面那个句子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哇，我觉得 Sylvia 的句子我们可不可以帮他看一下 ？OK， 他常说些半真半假的话，哇，很地道我很喜欢这个句子所以这个如果你们这个有一个男生很花心。他对女生的话常常就是半真半假的话，半真半假的话不是真心的，都是用来哄骗女孩子的话。对，比如说我养你啊这种话，我养你，你的后半辈子就交给我了，我绝对不会让你伤心难过，那都是假的，怎么可能？我永远爱你一辈子。各位女同学，听到男生说这些话。我永远爱你一辈子 ，Sicom， 这个我养你一辈子，这个 Norbert， 怎么会是 Norbert？ 有时候可以，我永远不会让你伤心难过。各位同学，这些都是半真半假的话。
而且这些应该都是假话。我们中文说假话 like fake words， 就是不是真心的，是假的，假话，半真半假的话哦。好，像才用在诺言上，田老师觉得可不可以？有一点奇怪，像才。对，我觉得比较少用在诺言上哦，比较少用在诺言上。因为如果是诺言的话，那一定是就是非常真的一句话。对，而且是你很诚心的，比较不太可能是假的哦。他的诺言半真半，你可以说他没有实现他的诺言哦。对对对。好，我觉得 Happy 这个句子，OK， 他说话经常半真半假，让人琢磨不透。哎，哇，好地道，不愧是 Happy。哦，很地道。他说话经常半真半假，就是你不晓得他讲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哦。没错，捉摸不透。哇，这个太高级了，我们先不讲哦。哦，有时可以说的这个真的吗？哇，很有意思哎。有时可以说多个外国人，很多外国人说日本人很认真，可是这是半真半假的。哦，可是对哦，有时可以，我们不说多个外国人，我们说很多外国人哦。对啊 ，Norbert 不想养别人。我的中文和英文水平半真半假。OK，不可以这样说，这位同学 Leak 不能这样说。这个说法不对，这个说法不对。对，很奇怪，因为水平怎么会真假呢？水平不会用 true or false 啊。This is nothing about true or false。对，水平只有高低，水平只有水平高、水平低，没有 true or false。半真半假是 ambiguous，应该不是这种暧昧不清的意思，不是。半真就是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哦，那个感觉哦 ，partly true。要看那个 context。对，要看 context。那各位同学，这个句子 is talking about love or feelings， 你可以用在爱情上面或感情上面哦，可以用半真半假。那我们再往下看。好，我们还可以用在什么东西上呢？半真半假，我们常常会用在新闻 news， 新闻半真半假。那田老师还有呢？还有信息。田老师，我一直觉得信息在大陆的意思是什么 ？message 比较多。信息我们比如说发一个简讯，这个叫信息。也可以说信息。这个叫信息 ，OK， 就是 message， 是的 ，OK。那 information 是不是信息？不好意思，您再说一次。information 是不是信息？ information 信息。是的，是的。好，因为我们台湾其实没有说信息，对我们台湾说讯息讯息 OK。那我觉得这个讯息和信息其实我们说的范围是一样的。OK， 你们会说讯息吗？就是能知道是台湾朋友说的。对，讯息的意思也蛮多的啦哦。我们说资讯，对，信息有资讯的意思吗？包含在信息里面。包含在 OK， 好，那这样我就了解。好，各位同学还有话，比如说这个 Ben 老师说的话半真半假，或理查老师说的话半真半假，表示有些部分理查老师讲的是真的，有些部分理查老师说的是假的，这个叫半真半假，有真的也有假的有真的也有假的，感情半真半假，他的确爱你，但是有时候又其实不爱你，这个叫半真半假好，不完全是真实的，也不完全是假的。好，我们给同学一个考题好了，来，请田老师帮我念一下。好的，我们有很多选项4个。对，新闻，半真半假。好的内容。好，这则。好 ，OK， 这则，田老师则这个 major word 我们比较少见，对不对不过我们可以用在新闻上面。这则新闻，like
a piece of news，a piece of news， 这则新闻哦。非常的 formal，very formal 哦，很正式的用法。好，来，那我们看一下 Yusuke 的答案，麻烦田老师。好 Yusuke 说这则新闻的内容半真半假。OK， 对的。然后很好。逗号是啊，对，是句号哦。好 ，Norbert 帮我们解释了这个 Fatima 其实半真半假就是 half true，half false。You have some parts that are true，you have some parts that are false。哦，这个叫半真半假。好，我们念一下阿金的句子。好，阿金说这则新闻的内容半真半假，没问题。很棒。好，各位同学，内容就是 content 哦，那个新闻写的东西叫内容哦。对。好，我们念一下 Benjamin 同学的。好，Benjamin 说这则新闻的内容半真半假，对的。很棒哦，太棒了。好，那么各位同学，新闻信息哦，看谁说的话，还有感情、爱情都可以是半真半假哦，半真半假。田老师，你有没有听过半假半真？比较少，有点奇怪，半真半假比较顺，对不对啊？是的，半真半假，台湾比较少用这个成语，半真半假。我听过半梦半醒了。我们用半真半假，通常会说，别相信他的话，他的话是半真半假的。半真半假，这个成语我们台湾比较没那么常用，不过完全懂意思，完全懂意思。他说的，或他这个人半真半假，可不可以这样说？也有。好，各位同学，如果这个人有时候讲真话，有时候讲假话，你就可以说，这个人啊半真半假，不晓得是好人还是坏人哦。对。好的，半真半假，所以半真半假你也可以形容人哦。他这个人半真半假，他说的话半真半假，这则新闻半真半假。他的感情半真半假，他说的话半真半假。同学很好用，对不对？哦，好，没问题了。如果你觉得理查老师讲的话有些是真的，讲的话有些是假的，你就可以说理查老师半真半假。哦，好，比较像虚伪吗？不一定，我觉得不一定。虚伪呢，更像是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已经变成了他一个性格了，更深的东西。对，半真半假，至少还有真的成分。是的。对，好，半真半假这个成语是 HSK 的7到9级的成语，请大家把它记一下。我们再往下看第78个词汇。好，这个词汇请田老师帮我们念一下。好，半。好，半。各位同学，这个字呢，其实田老师这个字其实比较少单独用了哦，所以我找了一些搭配的词语。所以各位同学，扮它本来的意思是 to act， 像你扮演一个角色。没错。像各位同学，你们在万圣节的时候，小孩子会把自己扮演成什么 ？Ghost 或者是南瓜，或者是对。万圣节的时候啊，小孩子喜欢把自己扮成，扮就是 act， or dress up as， 把自己扮成南瓜 pumpkin， 把自己扮成吸血鬼 vampire， 把自己扮成那个鬼的样子 ghost， 所以扮有这种 dress up as 或 act。那我们现在呢有一个比较常用的 phrase， 请大家记起来，因为这个真的很常用啊。这个叫扮鬼脸，扮鬼脸。好，那这个我跟田老师就不演了，因为扮鬼脸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演的可能不好看。来，扮鬼脸就是这样子啦。make a face，make a face。对，是的。好，扮鬼脸。好，那这个就是用扮咯。扮这边扮有点打扮，把自己打扮成鬼的脸的样子哦。对。好，田老师帮我念一下句子。好，这个小女孩对我扮鬼脸。这个小女孩 like the little girl 对我好，所以各位同学，你要怎么用扮鬼脸对 someone 扮鬼脸？比如说田老师的小孩对他扮鬼脸，
用对用对谁，对某个人扮鬼脸。好，嗯扮鬼脸很常用扮鬼脸很常大家怎么还在半真半假？好，我觉得这个 Daphne 的句子，我们可以帮他念一下。很好。有时候电视上发布的新闻半真半假，非常好。非常好的句子发布有点像 issue or like publish publish or release 好，半真半假，很好的句子。好 ，How to say make funny face to me？ Funny face 是什么？有趣的脸吗？就是鬼脸。很简单，就是鬼脸。鬼脸，对，就是那个 I was lost， 我们就说扮鬼脸，我们就讲扮鬼脸。扮鬼脸可以是这样子这样都可以，扮鬼脸扮鬼脸。我们中文就叫扮鬼脸扮鬼脸。好，这个小女孩对我扮鬼脸。好，这个 Norbert 一旦理查到10万个关注的人，他一定扮恐龙戏服教课。好，我懂 Norbert 的意思了。他的意思是，如果我的频道有10万个订阅的话，我就会扮成那个恐龙的样子，变成恐龙老师。对，变恐龙老师，扮成恐龙的样子教课好，田老师，我觉得春娇的句子我们可以帮他看一下。OK， 过新年，孩子们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漂漂亮亮的，我们加个的一个语助词而已的，打扮的漂漂亮亮的。过新年的时候孩子们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因为我们要穿新的衣服，穿新衣，戴新帽好的，幸会的句子有点恐怖OK， 到万圣节的时候，孩子们都喜欢打扮自己木乃伊。OK， 我们稍微帮金慧改一下，到万圣节的时候，孩子们都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木乃伊，不是木乃人是的，木乃伊。好，那个静慧没关系，等一下会有一个考题跟你的一样。好，那刚刚田老师帮你改的是到万圣节的时候，孩子们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木乃伊这是我们的说法。好，扮鬼脸。田老师，我问你，你们会不会说扮家家酒？会，有会，对不对？因为我想教这个，可是我又怕大陆的说法不一样，所以我们会说扮，但是也会说过。对，我好像看到那个百度上写你们是过家家吗？就是是一样的，就是扮家家酒、过家家酒都有。OK， 好，也不用过了我们台湾这边是用扮家家酒对，好，各位同学，这个我觉得你们知道一下这个也用扮，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好，田老师，什么叫扮家家酒？这个很简单，就是一个孩子他想当爸爸或者当妈妈，然后照顾一个娃娃。各位小女孩最喜欢扮家家酒了，小女孩，然后有时候呢，她好像会假装那个烹饪煮东西，假装自己在煮东西，对不对？对。我应该找个扮家家酒的图给大家看一下好。扮家家酒就是通常小女生会找另外一个小男生，然后他当爸爸，可是她是小女生，所以扮家家酒是假装，对，她是妈妈，对，小女生很喜欢把自己当妈妈，这个叫扮家家酒。好，我已经找到图了好，这个我觉得田老师，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扮家家酒？我经常玩，真的男生比较会玩吧？男生比较会玩，对不对？然后玩不，讲错，女生比较会玩了，女生比较会玩，对。而且玩家家酒一玩就一个下午就忘记了时间。对，好，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玩过扮家家酒？这个英文好像叫 playhouse 好像叫 playhouse。然后呢，像这个小男生会把自己当爸爸，
这小女生会把自己当妈妈，然后女生会抱个小洋娃娃，抱个洋娃娃，好像是自己的孩子。对，小女生特别喜欢玩扮家家酒，扮家家酒。所以各位同学，你们也可以说过家家酒或扮家家酒。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玩过？理查老师小时候从来没有玩过扮家家酒，应该是女生在玩的啦，那个可能是女生在玩，对，小女生，小女生在玩。好，对，打扮，等一下我们会教打扮啊。好，哇，阿金，你的叔叔很恐怖哎。我也注意到了。阿金，你的叔叔让我不得不注意他，这个让我念一声。这个叔叔成功的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成功的引起了我们的 attention， 成功的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阿金的叔叔好奇怪，这个为什么我的叔叔当他的妈妈不在家的时候，经常偷偷打扮成女人，就是把妈妈的衣服拿来穿在身上吗？是不是穿妈妈的高跟鞋，然后穿妈妈的裙子什么的？有的男生好像会这样，就是好奇 curiosity， 就是好奇而已，没有问题，只是好奇而已。OK， 有，好。我觉得这个Daphne 的这个句子很有意思。好，麻烦田老师帮我。我们也以为我说的话都是半真半假的，所以对我扮鬼脸了。我妹妹以为我说的话都是半真半假的，所以对我扮鬼脸了。我懂那个意思了，没问题，我懂那个意思我觉得还不错，把这两个字用在一起，我觉得不错好 ，OK， 那我们再往下看，扮这个字还有什么不同的用法糟糕了，阿金的叔叔在我脑海中绘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直有一个穿女装的男生在我脑海中一直跑，好可怕。好，来，所以呢，理查老师就要教了阿金的叔叔其实是男扮女装。那现在理查老师教的是女扮男装。田老师，我们女扮男装跟男扮女装有什么不同呢？很简单，女扮男装，比如是我把头发剪短了，就是女扮男装。对，那再来就是比如说理查老师呢戴一个假发，戴个 wig， 然后呢画口红，把自己打扮成女生的样子，那就是男扮女装男扮女装。所以你们可以把这个词学起来。有时候你看 drama 的时候，有的人是女扮男装，女生打扮成男生的样子。那有的呢是男扮女装，男生打扮成女生的样子所以这个可以把它学起来。好，那我们你有没有看过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男扮女装的一个视频，就是他是一个男生，然后他变成女生，然后去跟别人聊天，他的声音也是女生。所以人家然后他聊着聊着，突然用自己真的声音男生跟别人聊天，然后别人就会吓一跳。很多这种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很多男生把自己化妆化成女生的样子，看起来就真的像个女生，真的像女生，而且很漂亮的女生。她不说话的时候，你真的以为她是个女生。对。那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女扮男装的例子 example 就是花木兰。大家都知道花木兰，她把自己怎么了？然后呢，代替她爸爸去从军这个非常有名。所以呢，我们这个请平老师帮我们念一下选项。好，第一个女扮，好，第二个花木兰，好，3男装，好，4决定。好，各位同学，你们都看过花木兰的故事还有电影。那花木兰呢，她怎么做？然后呢，代父从军。我们中文说代父从军都快要变成一个成语了代父从军就是代替爸爸
去当军人，去从军，对，去go to the army，go to the army，从军啊。好的，我们看一下阿金的句子，你的叔叔太让我印象深刻了啊。花木兰决定女扮男装，好，女扮男装就是把自己打扮成男生的样子啊。对。好 ，OK， 好的。Ardy 有一个问题啊，田老师帮我念一下。老师，家家酒不是节日，为何用过这个动词呢？可以麻烦老师解释一下吗？因为有点搞乱了。OK， 对，家家酒不是节日，它只是一个游戏。如果你要问为什么用过家家酒呢？我也不知道，因为但是我相信它肯定是有故事的。对，而且 Ardy 其实在台湾我们用扮家家酒，那扮你就可以知道了，因为小女生把自己扮成妈妈，小男生把自己扮成爸爸。那过在台湾我没有听过用过啦，不过我知道在大陆我可以给你一个参考的建议，就是我们用生活或者日子，我们是用过的，过日子、过生活，我们是用过，我们不用别的词，所以家家酒就是 pretend play house， 所以你可以这样去理解。like a fake life， 对不对？对。Ardy 有时候你也不用太去思考这个，因为有些东西就是用久了，它就变成这样了，你也没有办法去解释它。是的。好的。Norbert 很喜欢我穿女装，对不对 ？Norbert， 你很想李乔老师打扮成女生的样子，对不对？那一定很丑的啊！这个到时候啊，我的学生都跑光了，怎么办呢？你是哪一类型的直播？对啊，这个李乔老师是很奇怪的那个男扮女装的直播主，然后又教中文，说不定会有很多学生来耶！哇，这个中文老师是男的，怎么把自己打扮成女的？说不定，说不定很劲爆，很火，一下爆火了，10万订阅，因为李老师把自己打扮成女生教中文，这个牺牲太大了哦。好的，那各位同学你们都答对了哦。这个花木兰决定女扮男装，代父从军，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说它是成语了哦。扮就是打扮，女生打扮成男生的装扮的服装装饰或装扮好，没问题啊。好，那如果你是男生，你也可以把自己打扮成女生，那叫做男扮女装。男扮女装那现在社会很 open 了，很开放了 ，it's OK。好，这个 Norbert 常常想要害我。好，安能要下去啦。好，安能早一点休息了哦。好，那先拜拜喽。Jessie 问说，花木兰的故事是真的还是神话？It's a true story。这是真的哦，真的。好，那阿金有看过花木兰的电影，很好看哦。好，泰国有很多男扮女装的人吗？好，那丽娜你要用男扮女装可以当形容词，男扮女装的人。在泰国有很多男扮女装的人吗？丽娜讲的应该是那个叫什么？就是跨性别者。跨性别者哦。如果你讲，我们当然中文会讲那个人妖，不过有点不礼貌，不是有点非常不礼貌哦。这个我们一般讲人妖是其实蛮不礼貌的啦我们其实这种跨性别主义者，我们也是要尊重所以各位同学，你听到有一些人 native 说人妖，其实这个是 very impolite， 蛮不礼貌的，对那个人来说很不礼貌。所以我们可以说跨性别者甚至是跨性别工作者吧。田老师他们应该算是工作者，对不对就是表演工作嘛。对，跨性别工作者。对，跨性别者啦一般都讲跨性别者。跨性别者。对，好。跨性别者就比较没有那么 straightforward 是的。好的，
那我觉得人妖是很不礼貌的我觉得人妖很不礼貌。你们可以说跨性别者，泰国那些人是跨性别者然后呢，他也是正当当的工作嘛跨性别者。好，所以我们用一些比较尊重别人的词语这样人家会觉得比较 comfortable 对。好，那我们再往下看，扮这个字还有没有别的用法？好，我们看一下扮演。扮演，田老师，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这个语法我觉得蛮重要的。扮演subject 在哪里一个 subject 在哪里扮演的角色角色。田老师，什么叫角色？很简单，就是一个 role。对，一个 role or 一个 part。角色就是你在一个戏里面，你在一个 drama， 你在一个 play 里面，你扮演的那个人，那个人就是你的角色。那我们 in real life，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也在扮演角色，自己的角色。对所以我们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It's not just about play or drama. It's about your real life too. It's about your real life as well. 所以像田老师，你现在在扮演的角色有哪些呢？比如说，我需要扮演一个妈妈，需要扮演一个妻子，扮演一个女孩。对，女孩。女儿对，女儿。好，田老师扮演的对，田老师扮演的角色很多。所以田老师其实很辛苦田老师要很努力的扮演很多角色。田老师要扮演妈妈的角色，要照顾孩子。然后呢，田老师要扮演妻子的角色，对，要当个好妻子所以田老师还要扮演一个女儿的角色，对爸爸妈妈的好女儿。所以每个人都要在不同的地方扮演不同的角色。像理查老师每天直播的时候，理查老师就是扮演老师的角色。扮演老师的角色好，那在妈妈面前，理查老师是扮演儿子的角色。所以这个 grammar point 可以用在 real life. Real life is not just about drama or play. You can use it in real life. 好，英文也有一个片语叫 play a role or play the part。好，那这个田老师，我们念一下考题给各位同学。那我们的这个人叫方婷方婷怎么样呢？好，第一个，他怎么样呢？扮演的角色在戏里医生。好的，各位同学，方婷怎么了呢？哇，答案都出来了，怎么还在男扮女装啊？好，patient free 数字就青云好了，这个港星刘青云。OK， 方婷在戏里扮演医生的角色，很好，很棒在戏里，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在一个地方或在哪里好，那有是可以的句子。OK， 方婷在戏里扮演医生的角色，非常好，很棒那在台湾住在台湾的同学们，你们可能会听到我们这里念角色我们这边会。对，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我们念角色，对其实学校老师都教角色了，但是我们很习惯都会讲角色，大家平常说话都会讲角色。那但是学校老师会教角色对 OK， 所以其实都可以了，对 OK。那我今天是彻底明白了，因为每次看颁奖典礼有没有角色，有人说角色，有人说角色，就是你会听到说like the best leading actor，最佳男主角。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都会念角了，不会念角。但是我知道你们念男主角，对不对？对。我们在台湾几乎没有人会说男主角，我们一定会说男主角，还有女主角。对所以我真的在台湾没有人听过，但是我知道在大陆这个词怎么说？就是
你们是说角逐吗？角逐一个角逐，对，角逐，我们说也角逐是说角逐，所以我们是说角逐。啊，真的啊，对，真的啊。对。如果你们如果你们说角逐，在台湾可能真的没有人听得懂，我们都念角逐，哦所以，OK 基本 OK，上在台湾这个字我们都会念角。角嗯，其实是它的原意是这个啦，对不对？对对对，那个所以基本上应该要念绝比较对了哦。好，嗯，好，同学们可能会很 confused，我们在讨论什么？对，没关系，这个没关系，不重要。你们就念角色就好了哦，念角色。对，好，来，我觉得丽娜很好，她自己造了一个句子，丽娜说，我哥哥在这个电影里，李，扮演警察的角色。哇，很棒，OK，非要加个常好。理哦。我哥哥在我会说这部啦，这部电影这部，哦，丽娜那个 major word 用部比较好。我哥嗯哥在这部电影里扮演嗯，警察的角色，这个句子这样写就是很棒的句子了哦。对，好，OK，这部电影哦，这部电影，好，OK，那各位同学，这个语法一定要学起来，扮演八八八的角色，每个人在不同的环境，different surroundings 都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哦。好，那你们现在扮演的就是学生的角色哦，各位同学，你们现在扮演的就是学生的角色，那一定要把学生的角色扮演好，要努力学习哦。好，好的。嘿，贝怎么又在黑我了？不光彩的角色。好，OK，好，没问题。理查老师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不光彩，就是那个怎么说啊？就是like or like 一点都不 honor 的哦，一点都不 honor。对，好，啊，哦，唐龙说，哦，我如果是唐龙的话，他在电影里他想要扮演坏人的角色。唐龙看起来像坏人吗？我能理解，就是生活里面，就是越是好的人，他越想演坏人。坏人啊，是的，喜欢耍酷啊。对。哦，香才这个问题非常好，田老师帮我念一下。OK，谁在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哎，我觉得非常好，香才这个句子。香才我们不一定要人，对不对啊？田老师不一定要人，可以。水在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你可以说空气哦，空气对人来说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以用在物上面啊。是的。好，那我们再往下看，扮这个字还有没有别的用法？还有打扮，还可以用打扮。打扮的话就是 dress up。田老师打扮，你听到打扮你会想到什么东西呢？我听到打扮，我觉得马上要出门了。要出门了，对。各位同学，尤其是女生，你们要出门之前，通常要花半小时或1小时打扮自己，打扮一下。对，打扮。其实我一看到打扮这个词，我会想到女生在那个铺粉、化妆那个感觉，或者穿很漂亮的衣服打扮哦。我真的就会想到化妆了哦，like put on makeup，这个叫打扮。OK，对，好，所以各位女同学，你们出门前一定都会花很多时间打扮自己，对不对？有的女生要花半小时，有的女生要花1小时打扮自己。那理查老师完全不用打扮就出门了哦，男生都不用打扮的了哦。好，那我们有一个句子给各位，我们请田老师帮我们念一下。好，第一个是打扮。第二个很，3喜欢，4苏苏。好，那你们各位同学看这个图就知道了，苏苏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呢？苏苏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呢？好，我们看一下 butterfly 的句子。好，我的朋友很喜欢打扮。句子没问题，非常好。没问题的哦。好。那我们来念一下立新的句子。好，立新说苏苏很喜欢打扮，非常好。很好啊。好，玲玲还在扮演啊。
陈哲远是谁？我不晓得。陈哲远在戏里扮演小鱼儿的角色。应该是演小鱼儿，员的名字吧？小鱼儿就是武侠小说里的一个人嘛，好，对，小鱼儿，好 ，OK， 没有问题。好，这位同学说的很好，听老师念一下。OK，女老师出门前一定要打扮好。句子是语法上没错。你是不是想说，其实不是女老师啦，就女生吧？女生出门前一定要对，打不一定女扮好。老师啊，对啊，我们女人都会这样嘛，女人出对，门前一定有，不过我会比较喜欢用好好打扮吧，一定要好好好好打打扮。扮啊，我们对，比较常说好好打扮啊，对对对。一定要好好打扮。然后我看到一个丽娜说，叔叔很喜欢就是，打扮，真的。哎呀，叔叔好可怜呢，今天的叔叔都被我们黑了啊，叔叔很喜欢打扮。田老师，我们究竟来，是什么样的叔叔？这个叔叔到底是哪来的？田老师，我们来看一下"打扮"这个词好了。你觉得"打扮"这个词，男生可不可以用？嗯，男生可其实不可以用？我觉得是可以，就是可以。不一定打扮，就是在脸对，上化妆，比如说穿的很好看的西装啊，也是打扮。对，有些男生可以穿得很 elegant，也会。对他有的男生也会打扮自己啊。对，叔叔很喜欢打扮，我怎么就会觉得有点 pervert？乖乖的。因为我觉得是不是男生不能用喜欢打扮，而是叔叔这个词。叔 OK，叔这个词会让我想到一个 like 怪 pervert，叔叔，怪叔叔。对，因为我们中文会讲怪叔叔 like a pervert。说，田老师，你们会不会说怪叔叔？我们会说怪叔叔。怪叔叔。各位同学，其实不是男生可以喜欢打扮，OK？其实丽娜的句子没有问题，男生，比如说Ben 老师很喜欢打扮，OK，可以哦，没关系，打扮不一定要女生，你们可以说 Ben 老师很喜欢打扮，但是因为丽娜用的叔叔，在中文我们有一个词叫怪叔叔，怪叔叔，各位同学，怪叔叔就会让我们想起 pervert，怪叔叔在中文是很那种。就是真是怪就是很，叔叔。那各位同学，我一定要跟 Yusuke 说，这是因为你们的关系，Yusuke 都是你们有一位已经往生的一个艺人害的。林老师知道我说的是谁吗？好，这个我把图给各位看哦。好，各位同学等我一下。为什么在中文怪叔叔是一个比较 like pervert 的一个感觉的词了哦？好，来，这个就是 Yusuke 你们害的了哦。就这个怪叔叔，怪叔叔，所以我看到叔叔我都会想到 pervert， 因为这样就是怪叔叔的感觉。就是太令人印象深刻了，这就是个怪叔叔。很奇怪的一位叔叔。所以在中文，我们听到叔叔 ，sometimes we feel a little bit odd。OK， 这叫怪叔叔啊，怪叔叔。好，好，那因为这艺人已经往生了啊，这叫志春健啊，志春健。好，怪叔叔。好，OK，好的。看一下佳琪的句子好了。好，佳琪说，昨天姐姐为了打扮，为了打扮，买了很多化妆品。跟姐姐为了打扮，好像田老师，我怎么觉得哪里怪怪的？或者我们看为了打扮，姐姐买了很多化妆品。对，我觉得这个放前面会好一点。为了打扮，姐姐昨天买了很多化妆品。感觉好像会好一点哦。好一点。不过佳琪，我们懂你的句子的意思哦。对。好。裴静通常裴静不用打扮就也可以出一身。对，裴静通常打扮，裴静通常不会花很多时间打扮啊。裴静通常不会花很多时间打扮。那田老师，我问你，不晓得有没有不礼貌？田老师，你出门前会花多久的时间打扮自己呢？我觉得10分钟要的吧。10分钟 ，OK。我觉得10分钟很 OK 耶，没有问题。因为我常常听说有女生花半小时打扮自己。
才出门，哦，甚至1小时。各位女同学，你们会不会出门前要花1小时打扮自己？我真的觉得太久了太久了。我其实，在没结婚之前，我也没有花很多时间打扮。嗯哼，我一般都是比较像个直人。我觉得10分钟 OK 啦，10分钟就是那个涂化妆品，我觉对，得就是头发扎一下，头发扎一下 OK 的。对，那男生就简单，男生真的是不用打扮就出门了，除非是很重要的场合，像去别人的生日 party 之类的。好 ，Butterfly 说，老师，请问您喜欢打扮吗？Butterfly 问的应该是田老师，田老师您喜欢打扮吗？当然有重要的那些场合我觉得还是要打扮一下。但是平时的话，我基本上就是背一个双肩包，然后和孩子就出去了。好，重要场合就是 important occasion 重要场合。important occasion 对，我们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像舞会啦，或者是跟人家公司的会议，这个都是重要场合对，是的。哇 ，Sophia 的句子很好田老师可不可以？这个非常的 native。她打扮之后看起来格外漂亮，非常的 native。格外是一个非常好的副词格外 plus adjective，像李朝是格外的帅光辉说，女生花半小时打扮不是很基本吗？好，光辉你加个花女生花或花费，女生花费半个小时打扮不是很基本吗？真的吗？我觉得10分钟啦，10分钟差不多了，10分钟可以，半小时还有点久要看人，真的要看人。对，要看人好，没问题。好，这个就是打扮打扮，男生也可以打扮这个男生也可以的。那各位同学，有时候我们在 Halloween 的时候，你会把自己打扮成那我们因为多个成 become，所以呢，你后面一定要加一个 noun 要加个名词。你要打扮成超人 Superman， 你要打扮成Batman 你们说蝙蝠侠，所以你们就要说打扮成 like 看是谁看是谁的样子谁的样子。好，那田老师，我们先念一下这里的小句好了。好的，在万圣节。好，那我们的选项是打扮。对，我成好的吸血鬼。李莎老师，我请问一下中间的这个字就是这个，对，这个你们会念吸血鬼吗？这个字其实是非常有争议性的，因为血是没问题的，就是血是没问题，但是没有血，在很多人他会读成血，其实不应该是血，应该是血。吸血鬼，它有2个读音，一个是血，一个是血。对，血。对，我想跟大家就像那个音像写字的写，对不对？是的，是的。血鬼。对。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血没有血这个音，只有血或者血。对那这个血田老师，你们什么时候会用血这个音？因为会有血跟血2个音，什么时候会用血的音？是的，比如说，血其实是要少一点，血比较多，验血比较多，验血抽血，对，血，比如说流血，血书写血书那个太 drama 了对，其实我们在台湾几乎都念血。不会念，OK， 很少有啦，比较 common 的。对，血，各位同学，这个字比较常念血那当然，它有另外一个读音念血。我知道了，血拼是念血拼血拼你们是念血拼我们台湾念血拼OK， 台湾念血拼。还有一个就是也有一点drama，就是什么血洒大地。血洒大地，我们会念血洒大地。那我们几乎在台湾不会念成血，不过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音
我们 OK 都知道 OK，有这样的音。那流血还是流血？流血，我们都念流血，对不对哦？那对，流血。流血。好，那各位同学，你们不用那么 care，因为都听得懂，都可以。对，不过大家就记一般会念血比较好。念血比较多，是的，血的音啊，血的音比较多是的，啊。血脉啊，血脉。血脉可以。在台湾我们念血脉，但是有的人会念哦血脉啊，血脉。啊，血脉听起来就非常的很有感觉啊，血脉。天选这个句子应该不是这样说，应该是说没有丑的丑女女人，人，没有丑女人，只有不爱没有打扮的女人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啊。对对对，这个天选我们会这样说，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很懒，你懒得化妆哦，嗯，所以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哦。对，好，会这样说。嗯那我们同学们都已经把答案写出来了。嗯，好，我们念一下原心的句子好了。好的。哇，圆心好可爱哦，这个小女孩好可爱哦。好可爱哦。在万圣节，我打扮成吸血鬼的样子，非常好。好，那我们念一下 Fatima 的句子嗯哼，在万圣节，我打扮成吸血鬼的样的子。样子。好，对，田老师，你觉得的样子要不要加？我觉得加一下呢，就是这个句子特别好，然特别好，后不加呢，特别听得完整。懂。对，Fatima 的确，有的人在说话的时候不会加的样子，不对对对，过呢，大部分都加比较好，听起来嗯，比较顺，是的，比较通顺一点啊。通常嗯会加啦，在万对，圣节我打扮成吸血鬼的样子啊，比较常加嗯上的样子。好，嗯，好的，没问题，我们再往下看。好，我们终于可以考试了。那我们的第一题，我们先请平老师帮我们念一下选项。嗯哼，第一个扮，好，第二个。第二个半真半假，好，我们的句子是网络的信息常常是什么？不嗯哼。足采信。好，不足采信是个成语，就是 you you don't need to trust it completely 是的，是的，的意思。不足采信就是不用完全相信的意思不要完全相信的意思。好，网络就是 internet， 信息就是 information， 常常就是 often， 是怎么样呢？不足采信就是不可以完全相信，叫不足采信不可以完全相信的意思。好，哇，刷屏了，半真半假，半真半假，半真半假。好，我们念一下 Norbert 的句子。好，网络的信息常常是半真半假，不足采信。OK，非常好，没问题。非常好好，我们念一下这个 Daphne 的句子。OK，网络的信息常常是半真半假，不足采信。我看到 Daphne 的感觉，我觉得你是来自泰国吗？对，好像是而且很漂亮的一个女生好是不，OK，是来自泰国？可不可以泰国的朋友吗？回复我们一下？好，这个 Daphne 你是来自哪个国家呢？然后你的才写错了可以改一下好对， ，OK，这个 s i k o n 的句子更夸张了，菜性，菜是 vegetable 吗 s i k o n 你肚子饿了，对不对？You feel hungry, right？s i k o n 肚子饿了，要吃菜了s i k o n 你的句子没有错啦，不过是不足采信不足是的，采信。是的。好，菲律宾菲律宾菲律宾人。福斯达， OK，菲律宾的朋友好 s i k o n 肚子饿了。好，这个 Juten 的说血和血很难 OK，大念吧？家就念血就比较好，因为血血在台湾和中国都听得懂。都听得懂我觉得这个 Juten 的意思应该是不好念吧我们试试看好了血和血，血和蟹。我觉得 Juten 的意思是可能不容易发音，对不对可能是这个意思。田老师，你示范一次，你念一下给大家练习一下 intonation。好，那么我们就说这个蟹这个应该念
血，嗯血，嗯哼，对血血，对，两个音，一个是写字的写，写的音，另外一个是血是的，好，所以各位同学你要多多练习了写嗯像这个九田的是血和血，嗯血和蟹嗯，真的不好念，中文很难。好，是的，谁空说真的我饿死了。好，那我们再看我们的最后一题，我们请田老嗯，师帮我们念一下选项。好，半，好，然后半真半假，句子是，父亲在家里嗯，什么演重要的角色？角色。好，父亲在家庭里演重要的，重要的就是 important，重要的角色 role。嗯好，父亲在家庭里什么演呢？好，来，这嗯题蛮简单的哦。好，嗯，半，你们可以用 handbook 练习写那个发音，是不是？别忘了打 vi 谢谢 Norbert 帮我推广我的这个 handbook online dictionary。好，我嗯，们念一下。那 Norbert 这样，我们念 Norbert 的句子好了。付钱父父亲啊，父亲，我还父亲要在想付钱也没错啦。父亲要付钱也没错。父亲在家里扮演重要的角色，没问题。OK 父亲在嗯家里扮演重要的角色没问题。我们再请念一下这位同学的。好，父亲在家里扮演重要的角色，很好。田老师，你们不太说家庭里，对不对？怪怪呃，的。太 formal，我们比较说家里。我们就家里就好了。好，父嗯，亲在家里，家庭是比较 formal 的词了对，好，父亲在家里扮演重要的角色嗯父亲跟付钱好，父亲跟付钱没有什么差别，对不对父嗯，亲跟付钱，好，Norbert 这个我们才学过差别的，你怎么忘了呢？父亲和付钱没有什么差别对，没有什么差别嗯，好，我们再找一位同学的来念好了这位同学没有念过属帮你。好的。父亲在家里扮演重要的角色，OK，没问题。play an important role。好，我们嗯最后念一下 Momo 的句子。，OK，父亲在家里扮演重要的角色，非常好。很好，OK。嗯，那各位同学没有问题了。其实呢，每个人在家里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每个人呢，你可能是儿子，你可能是女儿，你可能是父亲，你可能是母亲在家里你们的角色都非常重要，所以要扮演好，play well，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一定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好，好的。我的 handbook 不可以练口语静慧你要更新你要 update 就可以了然后你要打我的 VIP 111呢，你才可以练口语对不对然后静慧你要 update，然后你要打 VIP 111好，那太棒了。李超老师，我解答一下刚才有人问一个问题，他说刮胡子算不算打扮？我看一下刮胡子，比较上面。找不到了，好前面。嗯，刮胡子算不算打扮？田老师你觉得呢？我想说，可能有人觉得是打扮，可能有人觉得不是，这个不一定。但是呢，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个词形容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会说收拾一下自己。收拾一下自己，好，对，就是说，像理查老师就很需要收拾一下自己，因为有的男生没有刮胡子的话，看起来比较邋遢一点。那这个时候，你旁边的人就会说，收拾一下自己吧，就是你要去刮刮胡子，头发梳一梳，去脸洗一洗，收拾一下自己，就是把自己的仪容整理一下， tidy 一下，对，把自己 tidy up，把自己的仪容整理干净，对，好的，收拾一下自己刮胡子我觉得不算打扮是基本的
基本的，基本礼貌啦，有时候算是基本礼貌哦。有的时候你去上班的时候刮个胡子，男生刮个胡子比较干净哦。对，然后打扮更像是就是做一些 decoration，让自己你可能打扮比较有化妆，像男生有时候喷香水那种也是打扮的一种哦。对，好的，没问题。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可以说，在中国的生意上有胡子不礼貌吗？不一定，也是不一定。有的人他会留，就是很有新的 stylish，对一些特别的胡子，对，那也不能说不礼貌。对，在日本也是可以说，在日本留胡子不礼貌。我觉得在中国不会，在台湾也不会。如果你的胡子是 stylish 的，我觉得不会。但是如果是那种很乱的胡子，那当然是不礼貌。像李乔老师这种就是很乱的，有的人会留一个这样子很帅的那种，那个就不会。好的，没问题。好 ，OK， 那太好了。今天呢，今天圆满结束，圆满结束。我们再次谢谢田老师。那么谢谢大家。对各位同学，不要忘记了，等一下直播课之后，请你们到田老师的频道去看他的新视频 How to say Come on in Chinese 然后要订阅，帮田老师按赞，帮田老师 comment 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好，那田老师，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咯。下个星期三继续上课咯。对，好，田老师再见，拜拜。李乔老师再见，再见。好，我们再一次的感谢田老师。田老师啊，教了我们很多东西。那这个像我们老师，我们汉语老师也要扮演好老师的角色所以呢，你们也要扮演好学生的角色，好好的学习努力的学习中文，扮演好学生的角色。好，那谢谢各位同学。我们明天呢要跟 Ben 老师一起上课，明天要教各位 how to use time in Chinese， 怎么使用时间，中文的时间怎么用。See you tomorrow， 我们明天见，拜拜。